有人說譚松韻長得還行，見了真人我才明白，這簡直是美得無法低調。35歲還能演高中生。當觀眾在《以家人之名》裡看到譚松韻頂着一張娃娃臉喊宋威龍小哥時，沒人覺得不對勁。網絡上一堆人評價她長得還行鄰家妹妹，好像她的美清淡到可以忽略不計。可那些在活動現場、機場接機見過她真人的人，回來後的說法全變了調，鏡頭吃了她一半的顏值。那根本不是還行，是美的有點過分了。雙引號，第一眼可能真的會看走眼。譚松韻的美不是那種帶有攻擊性的逼到你眼前來的豔麗，她站在一群女明星裡，你第一眼未必會立刻抓住她。她的臉型是標準的鵝蛋臉，線條圓潤流暢，沒什麼尖銳的稜角。最絕的是她那點恰到好處的嬰兒肥，從出道到現在好像就沒徹底消失過。正是這份軟組織帶來的飽滿感，構成了她幼態的根基。你仔細看她的五官，單拎出來似乎都不是頂配。眼睛圓圓的，內眼角也是圓的，外眼角微微有點下垂，看人的時候總帶着點天真懵懂的光，像小鹿。鼻子不是現在流行的那種高山跟窄鼻翼，鼻頭有點肉肉的，反倒添了嬌憨。嘴巴笑起來弧度特別大，能咧到耳朵根，牙齒白白齊齊，感染力十足。這些五官組合在一起，不張揚，但極其和諧舒服。真人是照妖鏡也是放大鏡。網絡上流傳着不少線下生圖，離開了劇集的濾鏡和精修，她的狀態反而更讓人驚訝。皮膚是出了名的好，白皙透亮，離得很近也看不出什麼瑕疵。關鍵是她臉上那種緊緻的充盈感，膠原蛋白滿滿，蘋果肌鼓鼓的，笑起來不見疲態。她個子不高，1.62米，身材纖細勻稱，頭身比很好，顯得格外靈動。動態的她比靜態照片要好看10倍。她不是木頭美人，一顰一笑都帶着生動的氣韻。有次品牌活動，她小跑着上台，馬尾辮一甩一甩的，活脫脫就是個放學回家的高中生。和主持人互動時，她會瞪圓了眼睛認真聽，聽到好笑的事情就捂住嘴咯咯笑，身體微微前傾，那股子活潑勁能從台上溢到觀眾席裡。這種鮮活的生命力是任何高清鏡頭都難以完全捕捉的。時間在他這裡好像打了個盹。為什麼35歲了還能有這種狀態？先天條件佔了太大優勢。他的面部結構是典型的幼態延續，中下庭偏短，下頜收得極且窄，顴骨平緩，整個臉型看上去又短又圓。這種結構本身就極度抗老，顯得年紀小。再加上頭包臉的優越比例，高顱頂讓她的臉在視覺上更顯小巧精緻。但她絕非全靠老天賞飯，該下的功夫一點沒少。圈內都知道她保養得極其認真。她有個著名的冰鎮滾輪法，每天會用玉石滾輪放在冰箱裡冰一會兒，然後順着下頜線往耳後方向推，做面部提拉。護膚上，她偏愛含有胜肽、玻色因這類成分的產品，主打一個溫和緊緻。她曾說，保濕和防曬是她絕對不會偷懶的兩件事。更難得的是她的生活態度。她不像有些女明星，活得如履薄冰。她愛吃，微博裡常曬美食，拍戲間隙也能痛快地吃一頓火鍋。這種鬆弛感或許正是她保持好狀態的秘訣之一。不跟自己較勁，該工作的時候全力以赴，該享受的時候盡情享受。那雙眼睛，見過風雨卻依舊清澈。很多人說，譚松韻身上最動人的不是五官，是眼神。2018年底，她遭遇了母親意外離世的巨大打擊。那段時間，
她幾乎消失在公眾視野。很多人都擔心，經歷過這樣的至暗時刻，她眼裡的光會不會暗下去？但當她重新回來時，人們發現她的眼神沒有變得滄桑或世故，反而洗練出一種更加通透的清澈。那是一種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，卻依然選擇擁抱世界的溫柔。她很少在公開場合訴苦，只是更認真地拍戲，更努力地生活。這份經歷帶給她的不是世故的鎧甲，而是一種向內生長的力量。這讓她的美不再是浮於表面的漂亮，多了一層能讓人靜下來感受的厚度。穿衣服，她自有一套章法。在爭奇鬥豔的紅毯上，譚松韻不算最搶眼的那一個，但幾乎從不出錯。她很清楚自己的優勢所在，清新、靈動、少女感，所以她很少嘗試那些過於性感或凌厲的造型，多選擇輕盈的紗裙、甜美的公主裙或是幹練的短款禮服，顏色也以淺色系、馬卡龍色系為主。她的私服穿搭更值得借鑑，完全是小個子女生穿搭模板。她擅長用高腰線優化比例，用短上衣搭配長褲或長裙。她也愛用一些有設計感的襯衫、俏皮的背帶褲來增加少年感。她的時尚哲學很明確，不盲目追逐潮流，穿適合自己的、能凸顯個人氣質的衣服。這種自知之明讓她在時尚領域穩穩地站住了腳。娃娃臉是禮物也是緊箍咒。很長一段時間，少女感娃娃臉是她最鮮明的標籤，也是她最大的局限。26歲演《最好的我們》裡的耿耿，是滿滿的高中生既視感。30歲演李尖尖，依然毫無壓力。制片方和觀眾都習慣把她放在妹妹、女兒、學生的框架裡，但她自己早就想打破這個框架了。她開始有意識地接一些不一樣的角色。《錦心似玉》裡的羅11娘，雖然仍有少女時期，但後期需要演繹當家主母的沉穩。請叫我總監裡，她是拼搏職場的投資新人，造型上多了不少幹練的西裝。歸路裡，她更是挑戰了從學生時代到職場10年的年齡跨度。最狠的一次是為了某個角色，她在短時間內減重了15斤，那點標誌性的為她帶來親和力的嬰兒肥，肉眼可見的消失了，臉頰線條變得清晰，下頜線愈加分明，整個人的氣質從甜美向清冷轉變了一度。她知道要拓寬戲路，外形上的破局有時是第一步。這場從甜妹到演員的轉型之戰，她打得沉靜而堅決。